唐修竹说他讨厌香水味，所以我不敢喷一丁点香水，可他身上却浸满了别的女人的香水味。我在唐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，却比不过一个长得像他初恋的实习生。心灰意冷之下，我决定放弃唐家少夫人的位置，做回自己。可前夫哥却后悔了，疯狂想要挽回我。哦，那就后悔吧，姐过好日子去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紧紧捏着丈夫唐修竹的衣服，鼻尖萦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水味。唐修竹明明说过，他讨厌香水的气息。晾完衣服后，我站在阳台上发呆了好久。唐修竹正在浴室洗澡，我走到卧室，拿起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指纹解锁，是我缠着他录进去的。我紧张地打开了微信，置顶聊天记录映入眼帘。最新的一条信息是今天下午白梨发的：亲爱的，香水你不会觉得太浓吧？他回复：不会，我很喜欢。我的心狠狠地沉了下去，继续往上翻，几乎每一条都是白梨对唐修竹诉苦，抱怨生活中遇到的琐事和困扰，而唐修竹则总是耐心回应，安慰白梨。想到我向唐修竹抱怨时，他只会说：你能不能别这么烦？两相对比之下，我像一个小丑。我退出微信，把手机放回原位，心里一阵冷笑，想起那天自己喷了很淡的香水上车。你这是擦了什么东西？唐修竹皱着眉头，声音里满是不耐烦。就一点点香水。我小心翼翼地解释，希望他能理解。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讨厌任何香水味。他几乎是吼出来的，然后毫不留情地把我赶下车。那天路上突然下起大雨，没有伞的我被淋成落汤鸡，衣服贴身透明，在人来人往中显得格外尴尬和狼狈。到公司时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，经理看见我的样子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你这是上班还是游泳来了？穿成这样像什么样子？同事们偷偷窃笑的声音和看戏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背上。想到这些往事，我嘴角勾起一丝自嘲的笑意。唐修竹大概从没真正爱过我吧，这次我也不想再爱他了。第二天，我终于拿出离婚协议书，手指从纸张上轻轻划过。我看着离婚协议书，不由得想起刚和唐修竹结婚的时候。那时候他在公司从来不会给我行便利，总说我不想被人说假公济私。我冷笑一声，现在才明白他只是不在意我而已。当年我暗恋唐修竹，因为自卑不敢和他表白，反观系花大胆表白，他们迅速成了校园里最受瞩目的情侣。我的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碎了一地。但命运似乎开了个玩笑，在他们谈婚论嫁之际，他母亲强烈反对，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近唐修竹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唐修竹很少正眼看我。现在的白梨和唐修竹的初恋是一个类型。想起当初面试，白梨答得乱七八糟，但唐修竹还是把他招进公司了。只因为白梨让唐修竹想起了他的初恋。每次白梨打电话过来时，唐修竹总是特别上心，挂断电话时还会露出不舍的神情。渐渐的，他们之间越走越近。我吵过闹过，结果唐修竹冷冷地对我说：不然我们就离婚。我太爱唐修竹了，不愿意离婚，就只有这样装聋作哑，一拖再拖。但现在我彻底清醒了，我将离婚协议打印出来，拍照发给了唐修竹。唐修竹没回，良久，
手机屏幕亮起，是唐修竹发来的语音。我点开播放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引起我的注意。唐修竹的声音透着不耐烦和轻蔑，他继续说：你现在这样富足的生活都是我给的，有什么不满的？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彻底冷了下来，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和讽刺。他一句话轻轻松松否定了我所有的付出与努力。请问，除了每个月按时转账给我生活费外，你还主动给过我什么？别忘了，在家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任劳任怨地照顾你，整理家务，处理你家的所有杂事。我语音一顿输出，付出了那么多，也该让他了解了解。唐修竹给我打了电话，电话那头，唐修竹的声音突然高了8度，他几乎是在吼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突然发疯？我知道他一直对我不满，现在更是连风度都不要了。我紧握手机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坚定。因为你衣服上有香水味。沉默了几秒钟，唐修竹似乎被逗笑了。那又怎样？合作伙伴身上喷香水很正常啊，你这是无理取闹。我咬牙切齿，心里像有火在烧，我的语气冷得可以刮出冰渣子来。要么回来签字，要么我们就走诉讼。对面传来唐修竹明显的沉默和犹豫，但离婚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。不出意料，他同意了。好吧，我回去签字。他不想闹得尽人皆知，至少还保留着最后一丝顾忌。等待的过程每一秒都很漫长，直到别墅外停下一辆车，唐修竹从车上下来，他走进别墅，在客厅停下，淡淡看了我一眼。桌上放着离婚协议书和笔，简单明了地宣告着这段关系即将结束的事实。唐修竹拿起笔，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名字时，手都没抖一下，仿佛只是例行公事般轻松自若。唐修竹签字后，他突然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。如果你以后混不下去，千万别卑微求我复合。这句话像是一根针，刺进了我的心脏。那个瞬间，我想起了过去的自己，曾经多么卑微地求他和我在一起，就像舔狗一样，人家虐我千百遍，我却待他如初恋，可笑至极。如今的我已经不同了，心死了，我们去民政局吧。我的声音平静地出奇。唐修竹脸色难看至极，他冷笑道：你现在什么都是靠着我，离了婚可什么都没了。听到这里，我轻轻一笑，没有回答。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冷静期1个月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唐修竹冷冷挑眉，我默默地看着手中的离婚申请书，没有回应。他生气了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坚决，那就这样吧。我们立刻去了民政局，可还没有进去办离婚证，他不知道发什么疯，转身离开，把我丢在民政局门口。我站在原地，深呼吸几次后，招了辆出租车，回到了那个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别墅。进门时，唐修竹正坐在沙发上，看见我回来，却连眼神都没投过来一下。我开始收拾行李，除了必需品外，其他一切都留下了。唐修竹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，在背后冷冷地说：你就这样走了？是啊。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不然还能如何？暴打他一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彼此互不干扰。我没有目的地，走出大门后，找了家最近的酒店暂住下来。房间里安静的，只能听见自己心跳和呼吸声。我坐在床边反思这些年来与唐修竹之间的种种，意外发现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。相反，在离婚那一刻起，
我感觉像卸下重负般轻松自由。深夜，我正沉浸在新获得的自由感中，手机铃声突然打破了这份宁静。是婆婆的来电显示，她语气里满是责备和不满。叶征，你又跑哪去了？后天家里有个重要的宴会，你别忘了准备好。随后给我说了家宴的各种注意事项，还让我照顾好唐修竹。我愣了一下，不由得无语。为什么这些事全部交给我？我的声音尽量保持平静。唐修竹忙着呢。再说了，你作为唐家的媳妇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。他白天没在别墅，如今还不知道我和唐修竹已经离婚。我想起之前，我也是有自己的工作的，可因为唐家儿媳妇这个身份，我被迫离职了。叶征，你不需要工作了。唐修竹他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我们唐家媳妇只要做个什么也不用操心的全职太太就好。结果婚后，她又换了一副面孔，家里不需要请保姆，你自己做家务就行，这是锻炼你。她语气轻松地说，仿佛这是世上最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每次听到这些话，我只感觉心里堵着一块大石头，闷得慌，但还是忍着没爆发。直到今天晚上电话里再次听到他无理的要求时，我终于忍无可忍。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第二天中午时分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显示着唐修竹的名字。他发信息过来，回家吧，爸妈想和你好好谈谈。我的眉头紧皱，没空不去。但接下来他说出让我意外的话，你妈妈也在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知道如果连他都出面了，迫不得已，我只能回去看看他们究竟想说些什么。一踏进别墅，唐修竹父母的面孔就迎上来了，每个表情都像是精心排练过的。铮铮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为什么要闹到离婚这一步呢？唐修竹他妈先开口了，语气里满是责备。呵，真是讽刺，别耍小孩子脾气啊！你看看，连你妈都让你折腾来了。唐修竹他爸紧接着补充。我心里冷笑，要论戏精程度，还真没人能比得过他们一家老小。我的目光转向唐修竹，他却像没听见一样，在沙发上翻看杂志。和以往相同，这种时候他总保持沉默，任由他爸妈对我讨伐。想起他和他初恋谈婚论嫁时被拆散的事情，是因为他妈妈突然反对。我知道他那时候说唐修竹和他初恋八字不合适，实际上就是觉得人家太强势，结果选中我这个软柿子，觉得我好拿捏，所以才让我进门。结婚第一天，他就给我立下规矩，做好唐家媳妇该做的事，好好照顾修竹。你知道修竹每天多辛苦吗？你要体谅他，俨然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一个听话的工具人，一点也不在意我的想法。和唐修竹度蜜月，他说：铮铮啊，你们度蜜月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。什么？我跟着修竹爸爸这辈子都没出过门呢？他故作不好意思道。这话简直不要太离谱。唐家以前穷，但是唐修竹奋斗起来了，他怎么可能没见过世面？我的心沉了下去。可是还没等我拒绝完毕，他已经泪汪汪地找到唐修竹去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们3个人一起出发了。度蜜月变成了家庭旅行，回到别墅的日子更加难熬。他一直把我当家里的免费保姆，常常故意为难我。有时候心血来潮，他想做饭，但不知道我对花生过敏，做了一桌子含花生的菜。铮铮，试试这个怎么样？妈，我对花生过敏。我语气无奈，他只会嫌我娇气，然后说什么过不过敏的，
你没吃就知道自己过敏了，我做了不吃，这不是浪费吗？唐修竹知道我花生过敏，但他只会皱眉，别小题大做，赶紧吃吧。夏天来临的时候更加让人窒息，房间里的空调遥控器像消失一般找不到。年轻人身体好得很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他语重心长地说道，其实他只是觉得没必要为我这个外人浪费电费，不想让我开。他又一次把贴身衣物和其他衣服一起放洗衣机里时，我只好再次提醒他，妈，我说了贴身衣物要单独洗，他却理直气壮，你这是浪费水。唐修竹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走，他妈妈为了找回他，差点陷入危险，丢掉性命，所以唐修竹一直对他妈妈很孝顺，或者说难听点，唯命是从。每次他妈对我指手画脚、无理取闹时，唐修竹总是站在他那边。阿张，你要听话，这是我妈，也是你妈，他总是这样说。在婚后，为了唐修竹，我一直忍气吞声，但现在看着唐修竹仍然不为所动的模样，我不想忍了。我对唐修竹他妈说，你问我为什么离婚？我和唐修竹两人离婚，关你什么事？你凭什么擅自把我妈叫过来？空气突然凝固起来。何况我在唐家当全职太太也是你建议的，我的工作本可以支撑自己生活的。我冷笑，但现在呢？成天在家做全职太太，还得受尽窝囊气。唐修竹脸色铁青，他皱眉，阿征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怎么一点也不体谅我的母亲？体谅？我笑出声来，又不是我妈，何况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知道这些年来我忍受了多少吗？我把这些年他妈妈对我的百般刁难和我的忍气吞声全部说了出来，眼泪不自觉地滑落。我也不想的，落泪是弱者的体现，可我憋不住。唐修竹沉默着，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辨。我妈紧紧地抱住我，她的眼里充满了愤怒和心疼。我的女儿不是用来受气的。唐爸爸尴尬地站在一旁，试图缓和气氛，大家都冷静点，说开了就好。但我妈毫不客气地回怼他们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带铮铮回家，唐修竹突然挡在门口，语气坚决，阿征不能走，我们家也没那么缺钱。我妈怨愤地看着他们一家三口，要不是看在铮铮喜欢你的份上，她根本不会远嫁过来受苦。现在离婚了，正好可以解脱。妈，我真的可以回家了吗？我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不确定。当然，你是我的女儿，难道还能让你在外面受委屈？妈妈的声音坚定而有力。但是离婚证还没拿到手，我提醒，那就等冷静期过后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好好休息。他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递给我，这些钱拿去用，别再为了生活委屈自己。接过银行卡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回到酒店房间，我终于能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感觉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放松。想起结婚以来的日子，因为唐修竹妈妈的故意为难和唐修竹的冷淡态度，我的夜晚总是充满焦虑和不安。医生诊断出来，说我是轻度抑郁和焦虑，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症状，并不能帮助我摆脱失眠的困扰。但今晚不同，今晚我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。妈，我想找份工作。我坐在酒店的窗边，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妈妈的声音：孩子，你才刚离婚，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。她总是这样温柔而坚定，但我不想和社会脱节太久啊。我可是从名校毕业的人。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倔强。
如果不是为了唐修竹，我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。妈妈语重心长道：“别急着回归职场，给自己点时间吧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拿起手机翻看朋友圈，每个人都在分享他们精彩纷呈的生活，晋升、结婚、环球旅行，而我的生活仿佛停滞不前。不过我现在年龄还小，还不算太晚。夜幕低垂，我在酒店的房间里静静坐着，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一条监控消息弹出，是我们城里那套房子的监控提醒。这么晚了，还有谁会去那儿？我心里嘀咕着，打开视频链接，画面中唐修竹和白梨肩并肩走进门。唐修竹显然喝多了，步履踉跄，白梨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到沙发上，又倒了一杯水递给他：“给我来碗醒酒汤。”唐修竹语气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我不会做。”白梨声音软弱无力，尴尬地笑着回答：“你就将就点吧。”唐修竹似乎被惹怒了，一把将手中的水杯摔到地上，啪的一声碎裂成片片碎渣。白梨被吓了一跳，缓了几秒钟，他领着人走进卧室。我突然觉得恶心，却没有及时把监控视频关掉。没过多久，只见唐修竹从卧室冲了出来，紧随其后的白梨衣衫凌乱。“阿征，阿征！”唐修竹边跑边喊着我的名字，他看起来很是绝望和迷茫。他发现白梨不是我，对白梨说：“你给我滚！”白梨愣在原地，片刻后匆匆整理好自己离开。唐修竹孤零零站在客厅中央，最终失去平衡，倒在地上。他口中反复一语：“阿征，阿征。”他像个孩子般呼喊我的名字，但现实是没有人能回应他。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，都要离婚了，做出这副模样干什么？最后唐修竹倒在地毯上昏睡过去。我坐在酒店的窗边，夜色如墨，灯光下的城市却分外璀璨，心情复杂的像被打了个结。“唐修竹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”我自语着，声音里满是不解。毕竟唐修竹总是为了白梨破例，这样的偏爱让我这个唐太太显得格外可笑。可如今出现在监控视频的这一幕，让我有些茫然。他竟然会对白梨发火呀！以前每次唐修竹应酬归来，我都会提前准备好醒酒汤等着他。回家后，无论多晚，我总会给他揉头、按摩肩膀，直到他满意，然后收拾房间、整理衣物，在第二天清晨为他准备好早饭，再回别墅。不过现在一切都是过去式了，我得为我自己而活。凌晨12点，饥饿像一只野兽在我肚子里咆哮，起身想找点什么吃的。然而习惯性的动作让我打开了手机上的监控啦。画面中，唐修竹愣愣地坐在沙发上，仿佛失去了灵魂。他忽然捂着胃，痛苦地呼喊我的名字：“阿征，阿征！”我记得他因为工作忙碌，经常错过用餐时间，结果弄得胃病缠身。怕他突然胃痛找不到药，我把药放在家里每个他常经过的地方，还在每个显眼的位置都贴着便利贴，告诉他胃药在哪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放的每个位置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些细节对于他来说根本没入心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发疯般叫着我的名字，让我拿药，但无人应答。画面里的唐修竹开始发狂似的四处寻找药物，直到他目光停留在贴满便利贴的柜子上，但唐修竹只是呆呆地看着便利贴，没有任何去拿那些药物的动作，反倒是拿起旁边桌上的香烟点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，一直抽到天光大亮。
我去公司和唐修竹详谈财产事宜，没想到在电梯口撞见了百里。我本能地转身，假装没看见。叶铮，他却大声呼唤我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得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想这晦气怎么就避不开呢？我们聊聊吧。百里还没大学毕业，他很年轻，和唐修竹的初恋气质很像。他挡在我的路上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我心里冷笑，直觉告诉我这谈话绝对没什么好事，但他死缠烂打，我不胜其烦，干脆想让他把话一次性叨叨完。我们坐在甜品店里，他点了份草莓塔，说这是我最喜欢吃的，修竹经常给我点。我嗤笑，果然也就这点套路了。淡淡开口，哦，那你多吃点。百里嘴角僵住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完了吗？完了我就走了。我一般不太喜欢吃这种几十块钱的甜品。我看了眼手表，拿起旁边的包就要走。然而接下来百里说出的话还是让我的心脏微微刺痛。他说他从未爱过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他妈妈逼迫，他根本不会和你结婚。将来他会和我结婚，请你别再缠着修竹了。听着百里自信满满的宣示主权，我知道这是昨晚上唐修竹拒绝了他，他在不安，所以试图通过打击我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和优越性。我直视着百里的眼睛，心里一片冷静。现在还在过离婚冷静期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白小姐，你还是个小三。我的声音平淡，气氛却微微凝固。百里显然没想到我会说得这么直白，他愣了一下。他试图辩解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，不怀好意道：白小姐，不用我跟你这个在读大学生科普婚姻法吧？还有就是现在的网络也挺有时效性的，只要我在网上发些什么，不说社会，我想你很快就能在公司身败名裂。唐修竹作为公司副总裁，应该还是分得清轻重的。我不想和百里吵架，没那个必要。起身要走，但我也不可能任由他挑衅我。走之前告诉百里，哦对了，我觉得吧，唐小姐你不一定是小三，小四小五也说不定，你还是多观察下吧，别到最后把自己整得遍体鳞伤，还看着别人走进唐家大门了。我自然不知道唐修竹在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女人，但我故意这么说，让这个小绿茶半夜睡不着寻思去吧。白离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，但他还是强硬的回应，修竹早晚会和我结婚的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那就希望你如愿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刚到办公室门口，唐修竹就像预料到一样，立马将门打开。他那小心翼翼的眼神，仿佛怕我会突然化作一缕烟，飘散在空中。我已经订好了餐厅，想和你一起吃午饭。他试图用温和的语气缓和气氛。我没回，心里想着，他怕不是昨晚喝多了，现在酒还没醒。唐修竹继续说道，我会和白离断联系，并且让他从公司离开。这话听得我差点没直接笑出声来。你是不是没吃药？看得出来。我的话让他愤怒，但他还是强忍下来。都过了这么多年，别因为这点小事闹腾了。唐修竹似乎在尝试平息事态。真舍得断联系吗？我的嘲讽溢于言表。他和我不过就是各取所需而已，并没有发生实质关系。唐修竹解释道，这倒是真的，毕竟他从来不会在外过夜，而且昨晚也把白离推开了。或许他只是在白离身上找到初恋的影子，一时兴起罢了。但我也知道他不可能会爱我，我不想再和他耗下去。我说道，你真以为是香水的味道让我提出离婚吗？我冷笑着，眼神里满是讽刺。
唐修竹愣了一下，他有些疑惑：难道不是吗？你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分不清楚什么才是重点？他沉默了，眼神开始闪烁不定。唐修竹，你知道吗？爱情啊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早就变成消耗品了。我的声音低沉而坚定。曾经我很爱你，所以无论怎样都能忍受。但现在，我停顿了一下，看着他的反应。唐修竹脸色苍白，似乎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这份爱已经被彻底消耗殆尽。我的话语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在他心头，空气中弥漫着凝重和僵硬的氛围。唐修竹张口欲言又止，在复杂的情绪中挣扎，最终他低下头去，并没有再说什么。而我则转身离开办公室门口，在心里默默地告别过去所有美好与痛苦的回忆。你看，这是今天早餐的照片。手机屏幕亮起，唐修竹发来了一张精致的西式早餐照片。我皱眉，发错人了。昨晚的电影真不错，你应该去看看。紧接着又是一条消息，这是被人夺舍了。以前都是我在发消息给他，分享我的日常，推荐好看的电影或书籍。唐修竹偶尔回复几个字，大多数时间像个陌生人。出轨后，他回的消息更少。现在反过来了，我斜靠在床头，心里暗自嘲笑。这是突然发现没了免费保姆，开始慌了。记得以前，白离和他初恋是一个类型，所以每次提到他的时候，唐修竹眼神都闪着光。他和白离会相处得很开心，但现在呢，全心全意为他付出的我走了。比起白离那种刻意迎合、想傍上大款的心思，在日常琐事中默默支持他的我显然更好用。唐修竹习惯了有我这么个人像保姆一样事事照顾他，所以哪怕是再也见不到白离，他也要我回去。从结婚到离婚这整个过程中，唐修竹就没真正爱过任何人，除了他自己。对于他而言，爱情可能只是一个名词，真正让他留恋不舍的，并非某个具体对象本身，而是那种有人将满满当当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，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的感觉罢了。我想起以前，真是个恋爱脑，被他们一家这么折磨，也能一直坚持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现在看来，自己当初简直就是瞎了眼。我正走神缅怀过去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：“你下楼吧，我在酒店门口。”唐修竹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带着几分讨好。我挑眉：“干嘛？带了你最喜欢的饭店的东西。”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仿佛这样就能弥补所有过错似的。那饭店离别墅老远了。记得之前唐修竹要回别墅时，我让他顺路给我带点，但他每次都是空手而归，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但现在唐修竹再买过来，我一点也不想吃。我没搭理他，直到1个月后，冷静期结束，我打电话让他和我去领离婚证，可他不情愿，还试图缓和。你真的觉得出轨就这么简单吗？我冷笑着对着电话那头的唐修竹说：“难道不是吗？我最后还是会回归家庭。”他说的理直气壮。而且，阿张，你离了我们家，真的能行吗？所以，你回来吧。我为什么要回去？我觉得唐修竹这话好笑，他到现在都觉得我离不开他们唐家。阿张，我求你了，不要离婚好不好？电话那头的唐修竹语气带着恳求：“唐修竹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卑微？他以前也是这么说我的。唐修竹，你不会是因为舍不得我这个免费保姆吧？”我的语气更加讽刺。唐修竹没有回答，沉默良久，
电话那头传来唐修竹沙哑的声音，他问：所以你是绝对不会原谅我的？没错，我的回答干脆利落。又是一阵沉默，唐修竹终于开口：好，我们去领离婚证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唐修竹妈妈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几乎要炸了。在我们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想分一半财产。我耳边响起他尖锐刺耳的责骂，但心里却异常平静。抠门抠到你这个地步，难怪会破财。我淡淡回应，他气得差点没把电话摔了。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一个字儿都别想拿走。法律的规定，您去跟国家说去。我不紧不慢地说。他愤怒到极点，但还没等他继续说，唐修竹就夺过电话，但没挂断。我在背景中听着他母亲的威胁和指责，如果你敢给他1分钱，我就去跳楼。唐修竹只是轻轻叹息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，请您别再无理取闹了。最终，唐修竹还是遵守承诺，将1半财产给了我。离开那座城市后，我回到老家，找了份新工作，每天陪伴着妈妈度过平静而快乐的日子，感觉自己仿佛从未有过如此安稳的时光。与唐修竹结婚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，偶尔会浮现在脑海中，但对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。最让人欣慰的是，长期服用的药物终于可以停掉了，我也能享受每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。你听说了吗？唐修竹现在天天泡酒瓶子里，还被人卷了钱，公司都没了。朋友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来，我愣了一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爸气得直接进 ICU 去了，公司没人管，最后被他们家亲戚夺走了。他语速飞快，似乎怕我不信。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平静下来。那他妈呢？结果更戏剧性，为了夺回公司控制权，硬是要逼唐修竹去相亲一个富家女。我嘴角抽搐了一下。然后呢？然后被唐修竹当场拒绝。还好他妈，我们离婚全是拜你所赐。朋友模仿着电视剧里的调调，我笑出声来。这就是自作自受啊。对，最后连他妈也气到住院去了。唐修竹也不管他妈。朋友补充道。我轻叹一声，也不知道没人照顾。唐修竹他妈怎么样？那白离呢？更精彩。和唐修竹分手后成别人小三，结果被原配闹到公司门口拉横幅示众，公司的人和路过的人都看见了，发到网上，被人骂得在公司待不下去。朋友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，我摇头苦笑，这就是报应吧。没错，最后白离精神出问题，被送回老家治疗去了。我们沉默片刻，他突然感慨起来，想想看，唐修竹事业有成，却落得如此田地。我心情复杂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便道：没办法，可能脑子不好吧。正说着，家里传来妈妈喊吃饭的声音。行啦，先不聊了，我得回去吃饭，再见。匆匆挂断电话，站起身，在阳台上深呼吸几次清新空气，把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从脑海中甩出去。我转身走进温暖明亮的厨房，与妈妈共享晚餐时，商量着假期去哪儿玩。生活依旧美好而宁静。番外男主视角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引起我的注意。我看着手机上的离婚协议书，语气不耐烦地发了条消息。又是这样，上次也是。叶征闹着离婚，我同意了，结果第2天他又来找我，卑微地说：修竹，我不想离婚了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我打电话问叶征为什么离婚，因为你衣服上有香水味。听到这个回答，
我有些恼火，我衣服上的香水气味有什么计较的？我不太理解，毕竟合作商也有喷香水的。叶征那边声音有些发抖，要么回来签字，要么我们走诉讼。我不想和叶征过多纠缠，只好妥协。好吧，我回去签字。挂断电话后，回家路上，我的心情乱成一团麻。到家后，我无所谓地看了叶征一眼，然后看着桌子上的离婚协议和笔，我心里不由嗤笑。叶征怎么可能舍得离开我？只有我选择不要他，可他果断收拾好行李。我懵了，你就这样走了？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叶征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他冷冷地回了我一眼：是啊，那天我爸妈和他妈都过来了，我想要做最后的努力，我以为他会软化，结果他在他们面前也没有半点动摇。我很不解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亏欠过他，我找白离就图个新鲜，又不会为了白梨珍和他离婚。他唐家少夫人的位置一直都会在，他根本没必要离婚。当我说到让他体谅我妈时，叶征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：唐修竹，你知道这些年来我忍受了多少吗？听到他倾诉那些年所受的委屈时，我的心才真正沉了下去。但当他和他妈妈准备离开时，我并没有多加阻拦，反正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白离。走吧，我冷笑着看着他决绝离开的背影，反正我们俩也没什么好留恋的。等到家门关上的那一刻起，想到我可以跟白离光明正大在一起，我不由欣喜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内心深处却涌上一股莫名其妙的空虚感，仿佛失去了某样重要东西般。你干嘛带我回这里？我醉眼朦胧地看着白离，声音里满是不满。修竹，你醉了。白离想要靠近我，但我突然间对他失去了兴趣，心里只有叶征的影子在挥之不去。你走开！我突然起身，然后跑出了卧室。白离追上来，有些不解：修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征，阿征！我看见白离还在，对他吼道：你给我滚！我一个人在客厅，有些茫然，我踉跄后退几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疼痛袭来，但比起身体的疼痛，心中的空洞感更加难以忍受。我想起了叶征，可他已经离开了，周围静得可怕，没有人来扶我起来。找胃药的时候，我看见柜子上的便利贴，那是叶征留下的一条提醒：胃痛了就记得吃药。当初总觉得他太啰嗦，事情做得太复杂，现在却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像他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了。你为什么不回头看我一眼啊，阿征？我在人群中大喊，但他仿佛没听见，连多余的表情都不愿意给我。阿征，我的声音几乎嘶哑，他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，冷漠如出狱前的陌生人。那一刻，我彻底绝望了。我想尽办法挽回他，但没用，他连多余表情都不愿意给我。回家，去唐家别墅，无论哪里，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叶征留下的痕迹。客厅的沙发上，餐桌旁，甚至是卧室的枕边，每一个地方都让我窒息。修竹，你还好吗？朋友打来电话关心。不好，我的声音空洞，我快要被这些回忆逼疯了。挂断电话后，孤单一人坐在黑暗中，只有手机屏幕发出微弱的光亮。那是叶征朋友圈更新的通知，他笑得很开心，在海边，在聚会，每一张照片都像针扎般刺痛着我的心。他真的放下了，我也彻底挽回不了他了。我自言自语，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屏幕，最终还是没舍得删除微信，因为这是我现在窥见他的世界的唯一方式。深夜里，四周静悄悄的，
只剩下我和这份无尽的空虚与后悔相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